欢迎来到硅基区块链实操课第11课。这一课讲一件每个人迟早都要过的关——第一次链上转账。很多人第一次点下发送时，手心是出汗的，因为这笔钱一旦发出去，就不像银行转账那样还能打个电话追回来。学完这一课，你能做到3件事：第一，看懂一个收款地址是怎么构成的，明白为什么大多数打错的地址根本发不出去，真正危险的错误是另外一类。第二，知道选网络才是整笔转账里最要命的一步，也知道选错之后各种情况分别会怎样。第三，明白手续费的高低是怎么定出来的，什么时候该多给，什么时候完全没必要。照例说清楚，本课只讲流程和判断标准，不推荐任何钱包、交易所或者产品，赚不赚、转多少，判断留给你自己。先说为什么这一课值得花10分钟。链上转账和你熟悉的银行转账最大的区别只有4个字：不可撤销。比特币的官方文档写得很直白，一笔交易无法被撤销，只能由收到钱的人主动退回给你。也就是说，这条链上没有客服，没有撤单按钮，也没有争议冻结，交易一旦被打包进区块，它就成了公开账本上的既成事实。第7课讲冷钱包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做过一次小额试转，这一课把那条铁律背后的道理讲透。新手真正会踩的坑，其实不是把地址敲错，现在主流的地址格式都自带校验，敲错几个字符，通常在钱包里就被拦下来了。真正让钱回不来的是3类更隐蔽的错误。第一类是选错了网络，钱确实发出去了，只是去了另外一条链。第二类是漏填了某些链要求的备注号，钱到了对方的公共地址，却没人知道该寄到你的名下。第3类是地址本身是合法的，但那个地址根本不属于你以为的那个人。这3类错误有一个共同点，从链上看，交易全都是成功的。能不能找回，不取决于技术，取决于对面愿不愿意，有没有能力帮你。而各家的公开说明几乎都写着同一句，不保证能够找回。动手之前，先把原理讲明白。关于链上转账，这里有3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，地址不是随便一串字符，它自带校验。以太坊那套大小写混排的地址校验规范写着，随机敲错的地址蒙混过关的概率大约是2.5%。比特币现在常用的地址编码，官方规范写的是4个字符以内的错误保证都能发现，更多错误漏检概率低于1/11。所以手抖打错，绝大多数时候钱包会直接报错，这反而不是你最该担心的事。第二个事实，网络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下拉选项。同一个名字的代币在不同的链上是不同的东西，而且有一大类链共用同一种地址格式，你把资产发到另一条链上，地址看起来一模一样，钱包里却1分钱都不显示。第3个事实，手续费买的是区块空间，每个区块能装的交易有限，所有人都在为这点空间出价，价高的先被打包。以太坊的官方文档把它拆成2部分，一部分是协议按上一个区块的拥挤程度自动算出的基础费，这部分会被销毁；另一部分是你自愿加的优先费，付给打包的验证者。打个比方，地址是门牌号，网络是你选哪一条物流线路，手续费是给分拣线的加急费。门牌写错，包裹根本发不出去；线路选错，包裹会准时送到另一个城市里同样门牌的那扇门，加急费给少了，包裹不会丢，只是一直排队。下面进入实操，5步走完。第1步，先定网络，再要地址。顺序别反，先在收款那一端选好链，拿到这条链上的收款地址，再回到付款端，把网络调成同一条。很多人正相反，先复制地址，再在提币页面随手选一个最便宜的网络，这就是绝大多数事故的起点。判断标准只有一句，收款方页面上那条链的名字和你付款页面选的链名必须逐字一致。第2步，地址只用复制粘贴，粘完还要用眼睛核对，手打不但慢，还容易出错。而粘贴也有自己的风险，有一类恶意程序专盯剪贴板，把你复制的地址换成攻击者的地址，换过之后同样合法，同样能通过校验。所以粘完要逐字核对开头4位，结尾4位，再挑中间一段核对一次。钱包支持地址簿或提币白名单的，就把常用地址存起来，下次直接选，不再过剪贴板。第3步，小额试转，这是本课的铁律。第一次给新地址转账，先赚一笔完全不心疼的小额，等真正到账，对面余额显示出来，再转剩下的。很多人嫌麻烦，觉得白白多花一笔手续费，可你换个角度算，这笔账是转的成本是一笔手续费，不是转的成本是整笔资产。尤其是转给平台的收款地址，跨链
第一次用某个网络的时候，这一步不能省。第4步，填对备注，选对手续费档位。有些链的收款地址是很多人共用的，必须附上一串备注号或标签，收款方靠它分辨这笔钱属于谁。漏填通常不是钱丢了，而是要走人工找回，能不能找回，要多久全看对面。手续费这边，主流钱包一般给3档，不着急就选常规档，别顶格，真着急再往上加。要特别注意，转代币时手续费是用这条链的原生币付的，账户里只有代币没有原生币，这笔转账根本发不出去。第5步，用区块浏览器确认，而不是靠感觉。发送之后，你会拿到一串交易哈希，粘进对应链的区块浏览器，就能看到这笔交易的状态和确认数。比特币的官方文档提到，未确认的交易并不安全，大额转账建议等到6个确认。收款平台通常还有自己更严的确认数要求，所以链上已经确认不等于对方已经入账。如果长时间挂在待确认，先别急着重复发送，多数钱包提供加速或替换功能，重复发送反而可能让2笔都出去。接下来是3个坑，每一个都很常见。第一个坑，只看币名不看链。同一个名字的代币往往同时存在于好几条链上，界面上显示的名字和图标一模一样。这里要分清2种后果，如果发错的是你自己掌握私钥的那类兼容网络，钱其实还在同一个地址上，钱包里把网络切过去，通常就能看到。但如果收款地址属于某个平台，或者是一个根本不认识这种资产的合约地址，那就要看对方的政策。多数平台的帮助中心写得很清楚，可能收费，需要人工处理，并且不保证能够找回。第2个坑，把手续费当成可以无限省的东西，给的太低，交易会长时间卡在待确认，账户里没有原生币，交易连发都发不出去。反过来，也有人一紧张就顶格给费，在网络并不拥挤的时候多付好几倍，那是纯粹的浪费。第3个坑，把希望寄托在事后的救援上。链上转账没有撤销键，而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，所谓的资金找回服务、代为追回、私聊帮你处理，几乎清一色是2次诈骗。第2课讲假客服的时候拆过这类话术。记住一句话，所有的安全都必须做在你点下发送之前。新手最常问的3个问题，依次说清。第一问，手续费为什么忽高忽低？因为它本质上是一场对区块空间的竞价。以太坊的官方文档说得很清楚，基础费由协议根据上一个区块的拥挤程度自动调整，每个区块最多变动 12.5%， 网络越忙涨得越快。比特币那边则是按交易占用的字节数出价，同样是价高者先被打包。所以同一笔转账在不同时段成本可能差好几倍，不着急的等一等，往往就便宜下来。第2问，转出去多久算到账？这要看2层，链上的确认数是一层，收款方的入账规则是另一层。比特币的官方文档建议大额等到6个确认，平台往往还有自己更高的门槛和最小充值额度，低于门槛的转入可能不会自动入账，具体以对方官网最新公告为准。第3问，转错了到底还能不能追回？分3种情况，地址是你自己控制的，只是发到了另一条兼容网络上，通常能取回；发到了平台或者合约地址，要看对方愿不愿意，能不能处理，不保证。发给一个陌生人真实存在的地址，那就只能请求对方退还，链本身帮不了你。这也是为什么小额试赚这条铁律值得你每一次都执行。最后一页总结可以截图收藏。第1条，链上转账不可撤销，所有的安全动作都要做在点下发送之前。第2条，先定网络再要地址，收付2端的链名必须逐字一致，这是最容易出事也最容易避免的一步。第3条，地址复制粘贴之后仍然要用眼睛核对首尾和中断，能用白名单就用白名单。第4条，小额试转是铁律，成本是一笔手续费，省下来的是整笔资产，转代币还要记得留够原生币付手续费。把这4条记住，你的第一次链上转账多半会平平无奇的成功，而平平无奇正是这件事最好的结果。下一课我们进入避坑防骗系列杀猪盘话术逐句拆解，从搭讪到收割的完整剧本，看清楚每一步的识别点。这里是硅基区块链实操课，每天1集，1集讲透一件事，我们下一课见。试转那笔手续费是最便宜的保险，你愿多花一笔试转手续费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以上就是硅基区块链实操课第11课。
最后提醒，本课内容为流程与知识讲解，仅供参考与学习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也不推荐任何平台或产品。加密资产波动巨大，请遵守你所在地区的法律法规，独立判断，量力而行。硅基财经，我们明天见。